Three Musketeers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et， 我是 Kenneth， 我是 Milo， 我们是三剑客。今天呢，为大家带来这个《玫瑰少年》的 reaction。终于插队了啊，感觉有没有？讲。OK， 当然我那时候看了，我本身也觉得还蛮感动的啦。当然，因为我也觉得说要看。你又看了啊？我有看节目嘛，我想跟我们一起看。我有看节目，没有办法。这样我看了过后，我也是觉得说要看完整的啦，就是包括事前事后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完整的啦，开心吗？可以跟我们一起看完它。我们话不多说，因为很长，我们马上来看片 ，Let's go。好紧张哦。说回正题，歌吧。其实我特别喜欢那种很多歌曲形式都是一个 hook 加一段表达的 rap。其实我一直都特别想做一个这样的作品。OK， 我甚至都已经想好了唱哪首歌，所以我都也没有问你就打好了歌。就是你有听过《玫瑰少年》？我听过这首歌，我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首。我知道《玫瑰少年》这首歌是蔡依林老师和阿信老师还有剃刀奖，然后他们一起用音乐输出力量写了这首歌。我非常被副歌的那个部分击中，所以一直也希望能有一个机会去表达一下吧，或者是能有这个机会去给别人一个力量。对于《玫瑰少年》这首歌来说，我和深深都觉得有很多的故事和我们自己的经历还是挺像的，所以我们决定各自写一封信，把自己心里的声音都写下来。那就写给20年后的吧。写信这件事情，你是可以感觉到一个人的力度的，你是可以感觉到一个人的笔锋，你可以感觉到一个人的情绪，包括那张纸也会一直留着，所以我觉得那是带着我的温度的。13年前的自己，他先唱。改哥，你好，我是13年后的你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音乐的梦扎根在你内心的深处，不要着急，不要迷茫。在实现梦想的路上，你会遇到误解、他人言语的伤害、周遭环境的漠视，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怪人，一个不合逻辑、和他们格格不入的怪人。我想说，你一定要坚强、勇敢、独立、善良，坚持你觉得对的每一件事，因为你本来就是对的，你是最特别的那一个。相信你自己，你会获得你最终想获得的幸福。顺便记得告诉那些爱你的人，请继续爱你；还有那些恨你的人，请继续恨你。前进吧，少年！前进吧，盖哥！感性盖。纸快，这样吧。先唱，你看深深的很短哦。你怎么一直要讲给我们听先？对不起。写完了，写给的是2042年2月22号那一天。周深，你好厉害呀！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依然喜欢听你唱歌。居然有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哦。我觉得，虽然我自己一直都说立的 flag 都快到了，但真的很想写这几句话给20年后的周深。
也许那天不知道那天你还能不能唱很高的音，或者那天你是不是已经是肉眼可见的非常的资深。叫周深，今年21岁。放学一有时间，我就会偷偷地躲在电脑面前，对着麦克风使劲地唱。只有唱歌的时候才特别开心。那应该没有情。每一个舞台其实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。我唱那么多 OST， 就是我想被大家听到。我的音乐终极目标就是留在舞台上唱歌吧。那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不管你那个时候怎么样，但有人还听你唱歌，你还有舞台在唱歌，应该是很幸福的吧。希望这个愿望成真。一定会成真的。双周，周深跟周岩。那朵玫瑰没有荆棘，最好的报复是美丽。最美的盛开是反击，别让谁去改变了你。你是你，或是你都行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。Love， 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，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，是飞向大军压境，有时只指向天空。我在这，就在这，哪也不去，面如刀锋。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，我活得像烈日，把糖衣炮弹烤化。生命只有一次，想得透彻，所以勇敢。我跟他们不一样，身体里藏着虎豹龙胆，牙齿中学会反击，扭动命运的扳机。每次挫折只会让我强大，当我看到转机，如果伤痕是勋章，那我肯定是个将领。迷茫的孩子，让我用这首歌把你唱醒，身上带着刺，让我穿过每条暗巷。旅途很漫长，但方向不会淡忘。游过太平洋，当我再次站在岸上，少年终会相遇，玫瑰也终将绽放。是那位让我醉，也不需要抱歉。One day I will be One day， baby you gonna be me。说话如果不停，让我陪你安静。I wish I could hold you to really, really be free。那朵玫瑰没有荆棘，最好的报复是美丽，最美的盛开是反击。别让谁去改变了你，你是你，不是你都行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。把我化作藤甲，亦或比作剑雕，两者结合为何争斗如此喧嚣？我是谁的解药？谁又害怕跌倒？花朵枯萎掉下，姿态没有动摇。遇到你常和你抱怨雨，去喷蝼蚁那就随风去。世界如此多的道理，那就到处去。我终于忘了声音，喊出想说的字句。你并没有醉，你醉的是世界。玫瑰少年在我心里，绽放着鲜艳的传奇，我们从来都没忘记。你的控诉没有声音，却倾诉更多的真理，却唤醒无数的真心。那朵玫瑰没有荆棘，最好的报复是美丽，最美的盛开是反击。别让谁去改变了你。你是你，或是你都行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。玫瑰少年在我心底。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，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
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，随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。玫瑰少年在我心里。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。哦，为什么唱完以后情不自禁流泪了？很矛盾的一个心情吧，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，然后当时知道盖要来的时候，然后就预设过要唱这首歌。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理解《玫瑰少年》，或者是怎么去理解玫瑰，反正我从小到大别人都跟我说不一样嘛。但是小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个不一样是好的东西，然后就像我们大家都会去夸啊，你看玫瑰，但你要注意玫瑰有刺。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人问过玫瑰它要不要长刺。对，所以我就那一下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力是相互的，那如果你被玫瑰扎那一下，那其实玫瑰也有被扎一下。所以我觉得也有很多很多非常加油，有声。好尴尬呀，我不想哭。你再哭你就哭了，我不想哭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哭，不要哭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每个人一定都会有那个不一样的地方。你可以让他先说吗？崔迪老师，都怪你吧，应该。好，你平复一下，平复一下。我不想去说这一路就承受的误解也好，或者什么样的言语的风暴也好 ，I don't care, man, I don't care。因为所有的一切造就了现在的我，爱恨都接受，爱的继续爱，恨的继续恨。我觉得每一个不被认可，然后被软暴力攻击或也好，或者说被歧视也好，反正就是代表那些别人以为他们很弱的人，或者是别人以为他很强的人。对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也会问，大家每个老师都会夸啊，周深好像什么都可以唱，然后啊，你看周深这里又飙了个好高的音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就是如果有一天，哎，我好像不能唱这些，那还会不会有人喜欢我？那我也就这样了。我就觉得，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身上不同的那个地方，然后，反正但是你要学会绽放吧。对，反正痛都痛了，那就绽放吧。这首歌本来我的调肯定没有深深高，深深为我就是它可以还更高一点，那样它会更舒服，我是知道的，它会更舒服，那个调更高一点，然后他为我做了让步。没有为我有，我说有就有。好难通情达理哦。没有。非常珍惜这个舞台，真的非常珍惜。我觉得是会在我们人生当中留下一个闪光记忆的舞台。对。我刚才听到他们俩这首歌，我通过我自己的感受来讲，就是崔迪，你给我起来，你给我站起来，不管受过什么事儿啊，你给我站起来，就是非常的有力量。他们俩这个力量戳到我，就是就像深深你刚才说的那句，受过再大的伤，我们依然要绽放。谢谢。非常的为你们两个人骄傲。我觉得我眼前的这两个歌手，盖，你经历过华语说唱音乐的低谷期，你也经历过生活的挣扎，你曾经可能在很窄小的表演空间里面，要奋力的唱一个晚上，只为那一点点微薄的酬劳。一位是周深，我们现在太多的人喜欢你，太多人爱你，但是曾经当你出现在华语乐坛的时候，也有那么多的声音觉得你好像并不符合所谓的主流的审美，那些过去都是真实发生过的。
但是今天，好烦啊！这个意思你说吧。Oh my god！ 我有，这个厚的纸很多。没有。加油，深深加油！我可以，我有，谢谢。这首歌给我的触动真的特别的大，因为它本身讲述的故事，我觉得就是希望让所有不一样的人，所有曾经也许并不被所谓的主流也好、正常也好，所有的规则所看到的人，可以活出自己骄傲的模样。但是我希望今天周深和盖演唱的这首《玫瑰少年》，它被更多人听到之后，它真的可以鼓舞到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玫瑰是真正的绽放，而不是凋零。对，一定要撑过去，我们一起去。就是每个人都会痛苦的时候，但每个人都熬一熬、挺挺。我们去看玫瑰开，那个真的很好看。对，我们一起加油！还有最后一句就是说，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2个男生被玫瑰花包围的样子那么美。哎呦，谢谢老师。当玫瑰花瓣落下的那一刻，我们真正的看到2个玫瑰少年在台上的绽放。我觉得这一刻不只是听觉、视觉，我觉得都达到了一个极限。感谢2位，可能换了其他人也不是这个效果，就是2位心中有的那些东西，你们的故事，你们的所有情绪，今天在台上的这个宣泄，答应我，2个玫瑰少年永远绽放吧！什么感觉了？开心回来。周深，我见到你的第一次，就是我俩在那个聊天的时候，我其实知道周深很辛苦的。我们看似最开心的人，往往并不是最开心的，他其实内心有很多的痛苦的。观众的掌声会一切都好，其实唱歌的你，是他们最陶醉的。多少人能够真正看到艺人的内心？非常谢谢 Angela 老师，因为她也给了我真的是很大的感动。就是大家都会说，哎，怎么那么吵？但是 Angela 老师见我面第一句说，哦，深深，我觉得你很真诚。就那一句，其实真的很贴心。这首歌对于我来讲是这2位朋友的宣言。我们都知道妥协，妥协也是一种力量，但同时抓住这样的机会，表示一下自己。宣示一下自己的不妥协是非常必要的，谢谢你给我们力量，我觉得这首歌一定很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好感动。我们一次过看完了哦，那些老师啊、别的歌手评论完哦，讲完了，那我们不用讲了。是咯，来。简单的说吧 ，OK， 不然影片会很长。他应该比我哭得更惨这一次。是我吓到哎，但是因为我自己看节目的时候，我其实也蛮激动的啦，尤其是他后面唱完了那整段那个 Guy 的 rap 跟深深的那个唱完了过后掉玫瑰花瓣，然后后面就开始评论哦，其实我也很激动，因为可以感受得到深深自己本身要讲的那个东西，包括前面的一个预言呐，一个预告这样子咯。我觉得整段的更大意义在于知道那个背后的故事，而不在于那段表演。我自己觉得 OK， 当然歌是很好听，我觉得很上头，然后很容易记得，然后你会，可是一定要看现场。我觉得这首歌你不能只是听它就是一首《玫瑰少年》哦。可是你看现场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哦，他们2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去排，为什么要唱这些词，为什么要改掉那些副歌？因为他们不是只是在唱原版的《玫瑰少年》，他在唱的是他们自己真实经历的故事。这样对于他们来讲，我觉得这个《玫瑰少年》不是这首歌所有的歌词的意思，而是在他们心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这种《玫瑰少年》给了他们的动力是什么？再转化成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东西是很有力量的。像最后那3位老师讲的东西，所以我感动的很大部分就是因为因为我们看了周深很久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以前是怎样走过来，就真的是很辛苦。然后我完全可以理解他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，我在学校到底会经历一些什么东西。我觉得我们坦白一点讲啦，我们一定会知道这样子的，就是比较优柔一点的男生哦。一定会被霸凌的，语言上的好，软暴力也好，怎么样的，我觉得多或少哦，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，而且是他又跟我们年龄很相近啊，在那种年代，90年代、20年，
很严重这样子的事情。我觉得可能现在稍微好一点点吧，我也不大确定。可是我觉得在早期可能会遇到更多的这一些冷嘲热讽，然后可能会人家笑娘娘腔，因为笑他什么，而且。其实《玫瑰少年》就是在讲这一个这样子男生的故事，就台湾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少年，他就是因为是一个这样子的男生，所以给人家软暴力，是一个这样子的故事来的。所以我觉得深深他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感动点在这，因为他觉得他经历的东西就是这个人，可是他撑过来了，那个少年没有，所以我感动，我又要哭了。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自己是那个人也好，或者是我们是旁边人，都要多一点点的。善良，然后对待别人都好一点啊。有时候虽然我嘴也是很贱，所以我们就见好就收，不要讲太多，然后不要去怪罪太多，然后尽量的去理解他。因为像周深讲的一句，我觉得最感动就是玫瑰长刺，我们觉得它就会保护自己，然后就会伤害到我们。可是也没有人问过那个玫瑰它到底要不要长刺。周深可能也是想讲我这样子。不是我想要的，他生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接受每一个人。所以我觉得最感动的是在于我理解这整个背后东西之后，所带出来的一些感受这样子咯。对不起，我讲了很多跟歌没有太大关系的东西，不过这是我的感受了。整段节目18分钟左右这样子。OK 来，我没有听。抱歉啊，我是可能孤陋寡闻，我没有听过这一首歌曲，这是我第一次听《玫瑰少年》，所以我不懂原版怎么样。可是我觉得每一首歌曲的创作或者每一套电影的诞生，它要带出的那个意义，我觉得，在全世界各地如果听到那一首歌，每一个人对它的注解肯定会不一样。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作品的一个力量好的地方，因为每一个人看都有他自己赋予他的，因为我的人生历练不同，我就赋予这首歌给我的意义是什么，那这首歌才可以传得更远，表达得更多的意义，更多的价值就会诞生了。所以今天他们两位选择了这一首歌曲，然后把自己本身的一些经历过的东西放进这首歌曲里面，我觉得他们赋予了这一首歌曲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，然后也感动了很多的人。那我在看的时候，我是因为我很容易哭啊，就是看到人家哭我就一定哭了的。然后可是我今天我的一个心理的过程是像一个长辈，我在看着他们，我好想给深深一个温暖的拥抱，因为他跟该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。该就是那种很 tough 的。强人很强恨我的继续恨。可是深深可能他从小到大他的遭遇会不一样，然后从他的一些分享里面我听到他里面还是有某种很需要被关怀，害怕。比如说他会说，不知道20年后还会不会有人唱歌？会的，我跟你讲，深深会有人听的，我觉得还会是有很多人支持你的。OK， 所以可能就是从小到大在一种这样子的一些。软暴力也好，怎么样的一些走过来的阴影，就算现在深深很强大了，我觉得他你看他的态度，他讲话他还是很谦卑，还是比较圆滑的。所以我在看他在讲话或者别人讲他的时候，他里面那个触动的，我觉得他也触动到我。我们认识深深也不到2年的时间，可是这一路走来，这2年里面，深深是唯一一个我是很认真去认识他的一个歌手，因为我们做很多周深嘛，所以我不能说很理解他，可是他一路走来的那一个经历，今天我在看他们唱这一首歌，两个人带出的那个氛围跟力量，我觉得非常爽快。OK， 深深的声音，然后加一个 rap， 然后深深也 rap。然后他又来一个 C6 高音，然后又带我们冲啊，然后2个最后盖的那一个什么那几句一直重复的那句歌词，我忘记了啊，一直不断重复了4次嘛，我就觉得哇，让你们看看现在的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。我觉得那个态度跟力量其实很大的，他也感染到深深要哭了，那首歌还没有完他就要哭了，我就觉得很充满力量的一首歌曲了。那赞同他讲的。也赞同他讲的，因为我是觉得说，赞同啦，每个人对于某一些艺术作品一定有
各自不一样的见解跟理解这样子啦。OK， 那我觉得很开心的是，真的是深深，因为讲每天立的 flag 不成嘛，可是我真是觉得说真真多唱，他唱很多 OST， 唱很多。翻唱也好啦，就希望让更多人听到他的声音之外其实真的是帮助了很多的歌，让更多人听咯。我不是讲那些歌的原唱不红啊 ，OK， 至少给我很多的他翻唱的歌，其实我没有听过的。因为《玫瑰少年》呢，我没有认真的听，可是我有听过啦。OK， 之前蔡依林这首歌啦 ，OK， 我真的是看了深深的表演，我认真看歌词，我才觉得这首歌是那么有意义的。因为以前蔡依林出的好像有一点舞曲的感觉，所以是咯，这些深深很愿意的去唱很多不是自己的歌，然后唱 OST 啊，唱什么什么的主题曲啊、宣传歌啊等等很多啊，就真的是用他的声音去用歌声去传达更多的东西，然后是咯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去有以后。怕20年后会不会有人唱？是咯，因为你看他唱那么多歌，又天天唱哦，我也觉得很累啦。我补充一点啊，刚才深深有提到20年后不懂得还能唱这么高的音，然后大家会不会喜欢他吗？我跟你说，其实大家喜欢一个人就是这个艺人啊，不是因为不只喜欢你的歌声或者你是不是能飙高音，是包括你的人。就像在 Mariah Carey 这么老了，他真是飙不到高音，可是对他的那个喜爱，因为那个影响太大了，我觉得你不用担心的，深深，真的。我要讲的。讲掉了 ，sorry 我想讲的就是很多影响力很强的歌手有眼看啦 ，Mariah Carey 也好，你就像 Michael Jackson 也好啦，以前 Whitney Houston 是都老了，现场演唱会都唱不上的，可是他的演唱会还是一下子就卖完了的感觉。可是我可以理解还有这个担忧，刚才我被打断了 ，OK 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几时会唱不到，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啦 ，OK 几时可能会不会中病啊？就像我的女神 IU 这样子嘞，她前期又患上了不懂什么听觉的病，是有可能会失去听觉的。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突然就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我理解还有这个担忧。可是你放心，爱你的人不是爱你的高音，是爱你的人，是他们依然爱你的。是 ，OK， 好，超长了 ，OK， 希望大家满意啦。对，在临结束前，我们也是要讲一下，虽然大家很积极的安利，然后希望我们插队，但是我们也要一直在重新在讲大家可以礼貌一点的安利，有时候会问到。这首歌出了没？还不出，等什么呢？不用，好失望啊！不用紧啦，我觉得是不需要这样的。跟我们熟的人是不会这样的啦。是。然后多数写这种的是我们看这可能是新的 viewer 还是怎样啊？而且你们还没有订阅，订阅要等什么？所以很多人没有订阅然后我们一直插天赐山的歌是全部要折，因为我们有版权，怎么可能有些国家真的是有版权啊？我看有些人是不用遮的可是我们就要遮每一次上都中了。是，所以如果你想看没有遮盖的版本，就来 Patreon 或者爱发电啦 ，OK， 很便宜的，一个是1块美金，一个是10元人民币，1个月你就可以看无遮版的了。反正都这么长了，我再补充多一个 point， 就是我们的 B 站史上之最一直都是周深的《天堂岛之歌》，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。然后最近是我们的 YouTube 就不是这样了，我们 YouTube 史上之最也是周深的《天堂岛之歌》，可是他的女神要追上来了，要追上一个10万，一个9.9万，追到上来了，我其实有点吓到啦，是追到上来了，第2名我们的 YouTube 的史上之最就来要变了，这你还不快点吗？就来要换位了，好期待有没有换位？OK， 好啦，今天的reaction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和分享，打开旁边小铃铛，我们有新的影片出现的时候就会通知你。同时呢，要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和哔哩哔哩有为我们意见商量充电，有能力加入我们的 Patreon 爱发电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